在祠堂睡了50年。我被重孙女的哭声吵醒，只见贾千金扔下一碗馊饭，对饿得眼泪汪汪的重孙女笑道：“姐姐一介农妇，不懂规矩，这入宫伴嫁的苦，还是妹妹来受吧。”看着小窝囊废哭哭啼啼的要去扒饭，我气不打一处来。老娘帮皇帝改朝换代，断粮7日都没哭，你对着一碗馊饭哭什么？我猛地从台位钻出，强行挤进了软蛋重孙女的身体里。太奶奶，您怎么显灵了？再不显灵，我狄青兰的后代都要给人欺负到姥姥家去了！给老娘把泪憋回去！我扶墙站起，定定望着牌位后的暗格，那里藏着先皇自我的打王鞭，上打昏君，下打谗臣。既然这些不孝子孙是非不分，我今天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规矩。今日是丞相寿宴，满朝文武皆在。我提着打王鞭，一脚踹开大门，把鞭子往地上一抽。相府嫡长女林渊，特来给父亲大人祝寿。满堂宾客纷纷侧目。这不是那个刚从乡下接回来的野丫头吗？吵吵闹闹成何体统，简直有辱斯文，穿得跟个叫花子似的，也不怕脏了丞相府的地界，哪有婉柔小姐知书达理？太奶奶，爹爹最爱面子，您这样会激怒他的。满堂私语中，重孙女的声音在脑海里发抖。我冷笑一声，里子都烂透了，要面子给谁看？老太君死后打王鞭就不知所踪。林渊，你从哪儿找来的这冒牌货？赶紧给我滚回后院去！别在这丢人现眼！指着我手中的鞭子，林承业拍案而起，脸黑成了锅底。见父亲发火，坐在他身边的林婉柔连忙放下筷子，眼睛里瞬间就蓄满了泪水。戏来得倒挺快。姐姐，你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顶撞爹爹呢？你若是对婉柔有什么不满，私下打骂婉柔便是，千万别坏了爹爹的兴致。姐姐，你快把这鞭子放下，跟爹爹认个错。爹爹那么疼你，不会真罚你的。说着，林婉柔快步走下台阶，想要来拉我的手。也就是这时，重孙女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：“太奶奶，爹爹是上门女婿，我走丢后，母亲积郁成疾，很快就病逝了。父亲悲痛万分，又无所出，这才领养了婉柔妹妹。”我说呢，我嫡父好好的，怎么改姓林了？感情是个倒插门、反客为主的大戏啊！林婉柔看着也和月儿他爹有几分像。领养这种说辞骗骗小孩就算了，我可不信。眼看林婉柔的手越伸越近，啪！我反手就是一鞭抽在了她手背。啊！那白念的手瞬间浮起一道紫痕。婉柔，林婉柔捂着手背连连后退，林承业心疼的大叫，冲过来一把推开我。林渊，你竟敢打你妹妹！来人，把这个疯丫头给我拿下，家法伺候。父亲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今日满朝文武皆在，女儿特意请出家法，就是为了给父亲长脸呢。我娘只生了我一个，您乐意把这野种收为义女就算了，义女就该有义女的样子，还穿流光锦佩九尾凤钗，真把自己当相府嫡女了。按家法当长嘴20，我只打林婉柔一鞭，算便宜她了。听到野种2字，林承业的脸色变了又变。我上前一步，逼视着他：“林承业，你当年看着发妻病死不作为的时候，想没想过会有今天？”放肆，竟敢直呼为父名讳！林渊，你大闹为父寿宴在先，现在还搬弄是非，坏我名声。今天不好好管教你这不孝女，我就不姓林。说着，他就伸手想来抢鞭子。在他手指即将触碰到鞭身的那一刻，我反手一抽，啪！鞭梢如灵蛇吐信，狠狠抽在他伸出的手背上，瞬间皮开肉绽。林承业捂着手，疼得原地跳脚。这一鞭打你治家不严，宠妾灭妻。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我又是一鞭抽在他的膝盖上。这一鞭打你是非不分，虐待嫡女。林承业双腿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。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，看着这惊世骇俗的一幕。女儿打老子，还是在寿宴上，简直是大逆不道。各位大人都看见了，今日非我林渊不孝，实在是这林家欺人太甚。环视着那些惊得目瞪口呆的达官显贵，我朗声道：狄家满门忠烈，半先帝征战四方，建立大虞朝，如今只剩下我这一根独苗。可父亲弄丢我16年不闻不问，如今寻回，还纵容义女将我关在祠堂，唯我馊饭。今日我就替我死去的娘，替我太奶奶狄老太君，好好教训教训这外男。诸位大人，请回吧。说罢，我抡起鞭子对着他的桌子一顿乱抽。老尚书第一个反应过来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拱手道：既然相府今日不宜见客，那老夫改日再来拜访。说完转身就走。有了带头的，其他人也纷纷告辞。看着跪在地上的不孝子孙，我觉得胸口那口恶气终于顺了一些。毕竟今天过后，他那张老脸算是丢尽了。为了挽回颜面，他玩起了阴的。重孙女身子太差，丞相趁我昏睡时，把我关进了个四面漏风的破院子。院门落了锁，连着3天1粒米1滴水都没送进来。姐姐，爹爹说了，要你在里面好好悔过。只要你把选秀的名额让给我，妹妹倒是能背着爹爹给你送点吃食进去。
肚子咕咕叫，我躺在硬板床上，脑海里重孙女已经哭晕过去好几回了。太奶奶，我好饿，我们会不会饿死啊？老娘当年啃树皮都能行军300里，这点手段就想困住我？这才3天，算个屁！我闭目养神，调动着这具身体里微薄的气息。第4天，院外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，我知道是我出场的时候了。选秀前半个月，宫里的教养嬷嬷都要来各府出验秀女，以防有身带恶疾者混入宫中。李嬷嬷，我家这孽女感染恶疾，怕是过了病气给您，不如看看婉柔。太后娘娘懿旨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都得让老奴瞧瞧。是，嬷嬷说的是。脚步声却明显要引人往正厅去，准备绕过这破院子。我猛地睁开眼，咬着牙，用指甲狠狠掐了一把大腿。救命啊！杀人了！丞相要饿死秀女了！这一嗓子，我用上了当年校正的丹田气。外面的脚步声戛然而止。什么声音？没什么，可能是府里的疯狗。疯狗？咱家听着怎么像是人话？我趁热打铁，跌跌撞撞地冲到院门口，拿起门栓对着那把大锁就是一顿猛砸。嬷嬷，救命啊！我是林渊，爹爹为了让义女顶替我选秀，断了我4天的水米，要活活饿死我啊！砰砰砰，院门被我砸得震天响。林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就是你说的恶疾？是啊，嬷嬷你听，这丫头得了失心疯，正胡言乱语。是不是胡言乱语？老奴一看便知。开门！几个随行的太监强行砸开了院门，我顺势往地上一倒，摆出了一个最凄惨的姿势，一身素衣脏乱不堪，脸色蜡黄，瘦得脱了相，活像个从坟里爬出来的饿死鬼。哎呦，我的天爷！李嬷嬷被我这副尊容吓了一跳，连退3步。我艰难地伸出一只手，死死抓住李嬷嬷的裙摆，眼里挤出2滴泪。嬷嬷，非是臣女不愿入宫侍奉皇上，实在是父亲断了臣女4日米粮，臣女怕是活不到选秀那日了。这名额就让给妹妹吧，只求父亲给口水喝。说完，我两眼一翻，装作不省人事。林承业，这可是太后娘娘钦点的秀女，你竟敢私设行堂，断水断粮，你这是要抗旨还是要欺君？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冷汗如雨。嬷嬷息怒，只是小女从小在乡野长大，不知礼义。下官只是想让她学学规矩。学规矩？我看你是想让她死。闻声赶来的林婉柔原本想给嬷嬷留个好印象，此刻看着这局面，脸都绿了。爹，这儿。别说了，去库房拿最好的人参燕窝来给你姐姐补补，快去！林承业愤愤地说着，眯开眼缝看着这一幕，我心里冷笑。跟我斗，老娘玩苦肉计的时候，你爷爷还在穿开裆裤呢。李嬷嬷连把我扶了起来，我对着她又是眼泪汪汪。谢嬷嬷救臣女，可臣女还是无法进宫啊。林小姐，既已查明你并无恶疾，为何还不进宫？莫非是想抗旨不成？我艰难摇头，眼泪说来就来。臣女便是有1万个胆子也不敢抗旨啊，只是臣女娘亲去得早，一身家当都在父亲和妹妹手里，臣女两手空空，既无银钱上下打点，也无法下阅皇上生辰为皇上贺喜，若是因此连累嬷嬷举荐不利。一听到上下打点这几个字，人精似的老嬷嬷眼珠一转，立刻放话。说得对，林大小姐既然是相府嫡女，那这入宫的排场就不能寒酸。若是一副上不得牌面的做派，便像是随便找的什么野丫头。太后娘娘那儿，咱家可不好交代啊。我当即把嫁妆单子甩到了丞相脸上。娘亲离世前留下的家产不菲，既然嬷嬷说了不能寒酸，那我娘留下的那些铺子田产，是不是该物归原主了？丞相看着那长长的嫁妆单子，肉疼的脸皮直抽抽，但在欺君之罪的大帽子下，他只能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是，这就让人去库房清点，给鱼儿送过来。妹妹，嬷嬷远道而来，你发什么愣啊？还不快谢谢嬷嬷！啊，关我什么？林渊，你松手！把林婉柔的镯子撸下来，顺手的事，反手塞进李嬷嬷手里。这翡翠金丝镯配嬷嬷正好，小小物件不成敬意。掂了掂手里的重量，李嬷嬷差点笑得差点合不拢嘴。林小姐太客气了，这都是老奴分内之事，那老奴就先回去复命了，期待林小姐技惊四座。李嬷嬷一行浩浩荡荡地离开，林婉柔急得直跺脚。怎么办啊，爹？难道真要让她进宫？王爷那边……闭嘴！林承业怨毒地盯着我，眼神阴鸷得像条毒蛇。只能先把她稳住，免得再出什么幺蛾子。选秀的日子越来越近，事业月黑风高，我正在打坐练功，调理重孙女的经脉。忽然，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从后花园传来，我立即屏住呼吸，悄无声息地掠过屋脊，伏在一棵大槐树后。只见假山后的凉亭里，林婉柔抱着一个男人。那人一身华服，背对着看不清面容，只能看见他腰间挂着一枚麒麟玉佩。王爷，
怎么办啊？那林渊死活不松口，不将名额让出来。要是真让他入了宫，那我们的事……那男人捏着林婉柔的下巴，声音阴沉而狠厉。怕什么？活人不肯让，死人还不肯吗？本王早已安排好，2日后会有30死士围杀他，一个乡野村妇扛得了几时？心里咯噔一下。虽然我武艺高强，但重孙女经脉太差，发挥不出我2成实力。要是真被30人围剿，指不定真得搭进去这条命。到那时，林家为了不抗旨，只好让你进去了。可是，林婉柔抓着男人的手放在自己的小腹上。王爷，我已经怀了您的骨肉，真的要进宫吗？若是被发现……我瞳孔猛地一缩。正因为有了身孕，才更要进。当今皇上登基3年无所出，你要想方设法让皇上宠幸你，哪怕是用药，只要让他以为这孩子是他的，将来这大梁的江山就是我儿子的。我坐不上皇位，我儿子一定要坐。那男人冷笑一声，手掌在林婉柔的小腹上摩挲。这哪是选秀争宠，这是要鸠占鹊巢，混淆皇室血脉啊！林婉柔身子一颤，但随即被男人揉得软了下来，在他耳边嘤咛：“王爷放心，为了孩子和王爷的大业，婉柔一定竭尽全力。”好柔儿，本王果然没看错你。两人又是一阵耳鬓厮磨，这才依依不舍地分开。太奶奶，他们要造反，怎么办啊？咱们不会被灭口吧？脑海里林渊下的声音都在动。他们想得美。看着那男人消失的方向，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当年老娘打下的江山，这群不孝子孙搞窝里斗，说反就反。问过老娘的鞭子没有？正准备跃下树顶，身后忽然传来一声轻笑。林小姐好雅兴，大半夜在屋顶赏月。猛地回头，只见不远处的屋脊上坐着一个年轻男子，一身玄色夜行衣，却掩不住那一身贵气，剑眉星目，和先帝有3分像。我眯起眼，陛下也不赖，放着后宫佳丽不陪，来做梁上君子。天啊，这是皇上！太奶奶，我不行了！你怎么说皇上是小偷？他不会杀了我们吧？重孙女在我脑中叽里哇啦。赵渊也是一愣，显然没想到我能一眼认出他，更没想到我敢这么跟他说话。你认得朕？这大梁的皇室嘿，臣女听人说过，便有几分印象。陛下这翻墙的姿势，倒是颇有太祖当年的风范。赵渊眼中的兴趣更浓了，他飞身而起，落在我身边，目光灼灼地盯着我。朕听说相府出了魏齐女子，手持打王鞭，当众驯妇。今日特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陛下谬赞，不过是替祖宗教训几个不孝子孙罢了。目光悠悠，赵渊意有所指地看向林婉柔幽会的方向。看来这皇城里确实藏着不少脏东西啊！我心头一动，看来见相府嫡长女只是个托词，小皇帝大半夜跑过来，恐怕也是察觉到了什么。我凑近他几分，压低声音道：“陛下既然知道有脏东西，为何不扫扫？”朕倒是想扫。赵渊苦笑一声，躺在屋檐上晒月光。只是这老鼠藏得深，朕手里却把趁手的扫帚啊！我看着他那双深邃的眼睛，突然笑了。这小子的眼神像极了当年那个在马背上对我喊青兰，这天下分你一半的男人。扫帚吗？臣女这里正好有一把。我指了指自己，又指了指刚才环音王消失的方向。只不过这老鼠太大，怕是一把扫帚不够用。赵渊眼神一凛，瞬间听懂了我的暗示，他立刻挺身坐起，神色变得肃然。只要扫帚够硬，多大的老鼠朕都敢打。好，我点了点头，定定地看着他。那咱们就做个交易，臣女帮陛下抓老鼠，陛下许臣女一个愿望。什么愿望？事成之后放臣女出宫，这皇后之位谁爱做谁做。赵渊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突然大笑起来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不过，我话锋一转，眼中闪过一丝狡黠。陛下既然要抓老鼠，那还是得先保证一下臣女的安全。林婉柔想进宫，他们计划杀了臣女夺选秀资格。那就让她进。赵渊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眺望皇宫。我倒要看看这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，他能唱到几时？第二天一早，宫里的圣旨就到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相府义女林婉柔才情出众，贤良淑德，特赐选秀名额，与嫡女林渊一同入宫参选。钦此。林承业跪在地上，喜得胡子直翘。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！婉柔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接旨？他一边磕头，一边拽了愣住的林婉柔一下。谢主隆恩，谢谢公公。而跪在他身后的林婉柔整个人都傻，连忙下跪。送走公公后，林婉柔就借口身子不适，鬼鬼祟祟地往后院溜去。我站在回廊下，看着他那慌乱的背影，勾起一抹冷笑。太奶奶，他怎么看起来不高兴啊？能进宫不是他做梦都想的吗？高兴，他现在怕是忙着担心他的亲亲王爷吧？毕竟选秀前夕，
要是闹出惨案则自……我慢悠悠地跟了上去。只见林婉柔手忙脚乱地把一张纸条塞进信鸽腿上，然后将鸽子放飞。没过多久，那只信鸽又飞了回来，急忙取下回信。只见那纸条上只写了一行字：既有名额，按兵不动。入宫为上，勿生事端。林婉柔看着这行字，长舒了一口气。她将纸条撕得粉碎，扔进了旁边的鱼池里，眼神逐渐变得阴鸷起来。既然王爷说了按兵不动，那就让你多活几天。进了宫，有的是法子弄死你。我站在暗处，将这一切尽收眼底。选秀之日，宫门大开。林婉柔凭借着淮阴王暗中打点的人脉，果然一路绿灯，更是在入宫当晚就被翻了牌子，升为婉嫔。第二天一早，林婉柔趾高气扬地在御花园拦住了我。她一身华贵的宫装，脖子上还留着暧昧的红痕，身后跟着一众宫女，一个嫔排场比贵妃还大。哟，这不是姐姐吗？林婉柔摇着团扇走到我面前，上下打量。真羡慕姐姐昨儿歇的那般好，皇上折腾了一宿，妹妹可是累坏了呢。昨儿皇上说了，最喜欢妹妹这般柔情似水的女子，不像某些人粗鄙不堪，怪不得皇上连看都不看一眼。我淡淡的瞥了她一眼，目光在她那勒得有些紧的腰间停留了一瞬，想来是为了遮掩肚子特意挑的宽腰带。既然累了，怎么还穿这种衣服？妹妹可得注意身体，千万别勒坏了肚子。我刻意加重了肚子二字。林婉柔眼神慌乱了一瞬，随即又强作镇定。姐姐说什么胡话？妹妹才侍寝一晚，哪来的隆种？她凑到我耳边，压低声音，恶狠狠地说道：在这后宫，有恩宠才配说话，哪怕你是嫡女，皇上不宠你，你林渊算个什么东西？等我生下皇子封了妃，第一个就拿你开刀。我挑了挑眉，看着她那张扭曲的脸。是吗？我突然出手，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。你干什么？放手！林婉柔尖叫着挣扎，我另一只手极快地在她腰间一抹，那枚藏在衣带下的麒麟玉佩便落入了我手中。那晚幽会的男子腰上也有一半，这是他们私通的铁证。林婉柔也真是蠢，为了找到情人留给她的人手，竟然把这种东西随身携带。我顺势一推，将她推了个踉跄，趁她不备，迅速将玉佩塞进袖中，痛快地拍了拍手。妹妹，宫里的路滑，走路可得长点眼，别一不小心把这泼天的富贵给摔没了。说完，我无视她在身后的咆哮，转身离去。回到住处，我拿出那枚玉佩仔细端详，玉佩背面刻着一个小小的怀字。当今王爷中能跟此字有染的，只有淮阴王。铁证如山，接下来就等一个机会，把这对狗男女一网打尽了。1月后，皇上生辰如约而至，宴席上觥筹交错，丝竹悦耳。林婉柔坐在赵渊下手，时不时给赵渊斟酒布菜，一副宠妃的派头。我坐在角落里冷眼旁观。忽然，一名宫女端着一碗燕窝羹走到我面前。林小主，这是皇上特意赏赐给各位小主的。我端起那碗羹，鼻尖微动，一股淡淡的腥味，是巴豆，还有红花。看来林婉柔想在宴席上让我出丑，身败名裂。而此时，她正端着酒杯，嘴角挂着笑，朝我微微一举。想看我拉肚子？想看我当众失仪？行，那我就陪你玩玩。我端起碗，趁大厅中舞姬旋身，迅速调换了自己和林婉柔的汤碗。长袖落下，我一饮而尽。林婉柔眼中的笑意更深了。然而一炷香的时间过去了，我依然端坐如钟，面色红润。反倒是林婉柔脸色越来越白，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冷汗。她捂着肚子，身子微微颤抖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肚子……她的小腹传来阵阵绞痛。林婉柔终于忍不住，手中的酒杯跌落在地。好痛，我的肚子好痛！全场大惊。爱妃，爱妃怎么了？赵渊一脸焦急地扶住她。皇上，臣妾肚子疼。林婉柔疼得冷汗直流，身下忽然涌出一股热流，鲜红的血迹瞬间染红了裙摆。血，流血了！有眼尖的嫔妃尖叫起来，场面瞬间大乱。太医，快传太医！不用。林婉柔看着那满地的血，脸都白了，却急忙打断她，强撑着对皇帝笑：陛下，都怪臣妾记错了日子，看样子是来了月事，不必惊动太医，臣女去换一下衣裙便是。说罢，她撑着赵渊的手就要站起。为了不给情人露馅，世上竟有如此坚韧的女子，我都看感动了。妹妹，你这出血量可不像是月事啊！冷笑一声，我缓反上前，扣住了她的手腕。姐姐，你干什么？我要去更衣，你放开我！林婉柔脸色惨白，拼命想甩开我，我却死死捏住她脉门，转头朝着匆匆太医厉喝一声：太医，还不快过来看看！婉嫔娘娘千金之躯，若是耽误了，你有几个脑袋够砍？太医吓得一激灵，连滚带爬地冲过来。林婉柔还要挣扎，被我死死按在桌上。太医颤抖着手搭上脉搏，不过须臾，脸色大变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磕头如捣蒜。皇上，这是滑胎之兆啊！
且看这脉象，腹中胎儿已有月余。大殿内瞬间炸开了锅。滑胎，按照日子算算，皇上确实月余前宠幸过婉嫔娘娘，莫非？身下的血越流越多，他目光一狠，突然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死死抓赵渊的衣袖。皇上，定是姐姐嫉妒我得宠，在我的汤里下了毒，谋害皇嗣啊！这是您的骨肉，皇上，你要为我们的孩子做主啊！我一点都不生气，死到临头，他倒是想拉个垫背的，可惜没人会让他如愿。谋害皇嗣，赵渊嫌恶的后退一步，眼底满是嘲弄。爱妃，你是不是还没睡醒？那一夜朕虽留宿你宫中，但你喝醉后久不省人事，朕就在软榻上看了一夜奏折，连你一根手指头都没碰。你是如何怀上朕的孩子的？全场死寂，林婉柔僵在原地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不可能！明明床单上有落红，明明你觉得浑身酸痛。赵渊冷笑，那是朕让人撒的鸡血。至于酸痛，在地上睡了一宿，能不痛吗？既然这孩子不是朕的，那便是你私通外男，混淆皇室血脉。赵渊的声音如同阎王的审判。来人，给朕查，朕倒要看看这奸夫是谁。不用查了。我从袖中掏出那枚麒麟玉佩，高高举起。陛下，这是从婉嫔娘娘闺中搜出的信物，奸夫就在此物之中。这枚玉佩背面刻着怀字，乃是淮阴王的私印。我将玉佩呈给赵渊，转身看向面如死灰的林婉柔，字字诛心。林婉柔，你勾结淮阴王，意图谋反，这才是你进宫的真正目的吧？不是的，陛下给臣女100个胆子，臣女也不敢啊。这是您的孩子，皇上。林婉柔还在叫嚷着，拖下去，打入天牢。赵渊去一挥手，让岳灵君像拖死狗一样将林婉柔拖了下去。呼，太奶奶，她终于被抓了。脑海里一直紧绷着的重孙女终于长舒了一口气。从小她就顶替我活着，我回来后还总是在没人的时候掐我骂我，现在终于不用怕了。怕什么？以后有太奶奶在，谁也别想再动你一根指头。不过好景不长，淮阴王私通秀女，意图混淆皇室血脉的消息一出，朝野震动。那老狐狸收到风声，知道死路一条，竟狗急跳墙。不出3日，边关800里加急战报送入京城。报：淮阴王勾结北戎，里应外合，攻破雁门关。北戎铁骑长驱直入，连破3城，惊世危矣。金銮殿上，赵渊将战报狠狠摔在地上，双目赤红。乱臣贼子，朕要御驾亲征，亲手宰了这老匹夫。皇上不可！倒插门丞相第一个跳出来，跪在地上痛哭流涕。北戎兵强马壮，如今又得了淮阴王助力，锐不可当。皇上乃万金之躯，怎可涉险？赵渊怒吼。林承业眼珠一转，拱手道：臣以为当以和为贵。北戎此次进犯，无非是求财求地，不如将长公主殿下送去和亲，再割让3城，以示诚意，换取2国和平。放你娘的屁！我忍无可忍，手持打王鞭，大步走上朝堂。林渊，这是金銮殿，你可妇道人家来做什么？还不滚出去！见到是我，他立刻摆出父亲的威严。妇道人家！我一鞭子抽在盘龙柱上，震得大殿嗡嗡作响。我大梁的脊梁骨什么时候断成这样了？拿女人换和平？当年太祖皇帝立国说的是不和亲、不赔款、不割地、不纳贡，如今才过了几代，你们就要把祖宗的脸都丢尽吗？你懂什么？那是30万北戎铁骑，谁能挡？你去打吗？我去就我去。我上前一步，直视赵渊。皇上，臣女愿立军令状，若不破北戎，提头来见。胡闹！若是激怒了北戎，我大梁危矣。你一个深闺女子，连鸡都不敢杀，还想带兵打仗？皇上，此女疯癫，万不可信啊！看着眼前这个卖国求荣，甚至还要踩自己女儿一脚的男人，脑海里重孙女发出了一声苦笑。太奶奶，我回来后，她一直把知书达理挂在嘴边，动不动就罚跪祠堂。我还以为她是个多正直的人，没想到只是在窝里横，只会挥刀向妻儿。到了大是大非面前，骨头竟然这么软。我心里一阵酸楚，柔声问道：丫头，这样的爹，你还想认吗？脑海里沉默了片刻，随后传来重孙女自嘲的声音：太奶奶，我不想再做她的女儿了。有骨气！我大赞一声，不愧是我嫡家的种，既然不想认，那咱们就断个干净。我猛地转头，冷冷地看着这个孬种。林承业，从今日起，我林渊与你断绝父女关系，从此改回母姓，继嫡家门楣。我若战死，尸骨不入林家祖坟；我若得胜，荣耀与你林家无关。好，断绝关系，这可是你说的。生怕我战败连累他被满门抄斩，林承业巴不得撇清关系，连连点头。
诸位大人作证，此逆女今日起逐出家门，生死与我相府无关。我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单膝跪地，对着赵渊抱拳。陛下，借我3万兵马，臣女定当还你一个太平盛世。赵渊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激荡。他从龙椅上走下来，亲手将一枚虎符放在我手中。你身上功力和翟老太君同出一脉，朕信你。大梁的江山，拜托了。雁门关外，风沙漫天，北戎大军压境，黑压压的一片，宛如乌云摧城。城墙上，守军士气低落，人人面露绝望。完了，淮阴王叔知我军不防，这仗没法打。朝廷派了个娘们来当主帅，这是要我们也去送死啊！我一身戎装，手持长枪，站在点将台上，狂风卷起我的披风，猎猎作响。谁说没法打？我运足内力，声音穿透风沙，响彻三军。北戎蛮子不过是一群未开化的野狗，当年狄家军能把他们赶回漠北吃沙子，今天老娘照样能。你是谁啊？口气这么大！我一把扯下头盔，长发飞舞。我是谁？猛地将长枪插入石缝，入石3分。回去问问你们家里的老人，还记不记得50年前那个单枪匹马取敌将首级的狄青兰？狄青兰，开国女将狄青兰。人群中一阵骚动，几个老兵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我乃狄青兰之后，今日我便是替我狄家列祖列宗来收拾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兔崽子。狄家军的魂还在，怕死的给老娘滚蛋，不怕死的跟老娘冲！杀！我一马当先，冲出城门。哇，太奶奶，您好帅啊！以前我只在戏文里听过女将军的故事，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能这么威风。我挥舞长枪，挑飞一个敌军，豪迈大笑。丫头，看好了，这才是咱们狄家女人的活法，别整天只知道哭哭啼啼的，别人欺负你，你就还回去，咱们的腰杆子都是铁打的。喊杀声里，狄渊的声音渐渐隐了下去，但我能感受到有什么在这颗心里慢慢萌芽。这一仗杀得天昏地暗，北戎将领原本轻敌，见是个女子，更是嘲笑不已。可当我的长枪挑飞他们主帅的头盔，当那面绣着狄字的战旗重新飘扬在战场上时，恐惧终于笼罩了他们。翟青兰，她是开国女将，翟青兰转世，翟将军万岁！北戎军心大乱，溃不成军。淮阴王想逃，被我一鞭子卷住脖子，硬生生从马上拖了下来，像条死狗一样拖回了城。大捷，消息传回京城，举国欢腾。班师回朝那日，长安街头万人空巷，百姓们夹道欢迎，鲜花手帕扔了一路。金銮殿上，赵渊亲自下阶相迎。爱卿神勇，真乃我大梁之幸。而站在百官之首的林承业脸色变了又变，最后摆出一脸谄媚凑了上来。我猜他心里想的肯定是，怎么就让这孽障活着回来了？可两嘴皮子一碰，他开口却是：渊儿啊，我的好女儿，魏父就知道你是有出息的。全然忘了当初断绝关系的狠话。皇上，这可是微臣教导出来女儿，虎父无犬女。微臣……啪！我反手就是一巴掌，打得他原地退了2步，官帽都歪了。谁是你女儿？我冷冷开口。出征前，丞相大人可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将我逐出家门，断了关系。怎么，如今见我打了胜仗，又想来认亲了？渊儿，那是为父的气话，你怎么能当真呢？咱们毕竟血浓于水。血浓于水。转身面向赵渊，尊敬行礼。皇上，臣女今日不仅是来复命，更是来告御状的。林承业身为丞相，不仅贪没亡妻嫁妆，更是宠妾灭妻，混淆血脉。我指着林承业，字字铿锵。与外室苟且生下的私生女，他为了养这个私生女，对病重的狄氏女视而不见，恶意拖垮了发妻身子。为了就是能不声不响吞掉狄府家财，还能享狄老太君的荫庇。全场哗然。吃绝户在任何朝代都是被人戳脊梁骨的事，更何况吃的还是开国女将。林承业面如土色。你胡说！你没有证据？我冷笑一声，从怀中掏出一本账册和几封书信。这是从淮阴王书房里搜出来的密信。林婉柔勾结淮阴王，皆是你在背后授意。淮阴王谋逆之心人尽皆知，而你为了从龙之功，不惜卖女求荣，甚至想把整个大梁都卖给北戎。什么？信上白纸黑字写着，林承业承诺助淮阴王登基，条件是封林婉柔为后，保林家世世荣华。赵渊越看脸色越黑，最后猛地将信甩在林承业脸上。林丞相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林承业瘫软在地，声音哭哑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微臣是一时糊涂。我走上前，一脚踩在他的胸口。你这一时糊涂，差点害死我大梁千万百姓。此等乱臣贼子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皇上，臣女请求将丞相抄家斩首，以正国法。赵渊眼中杀意凛然。准。
丞相林承业通敌叛国，欺君罔上，叛斩离决，林家家产充公，抄家。菜市口人头攒动，林氏这对妇女穿着囚服跪在刑台上。林婉柔早已疯癫，嘴里不停念着：“我是皇后，我是皇后。”林承业则哭得眼泪鼻涕一大把，看见我站在监斩台上拼命磕头。渊儿，救爹，爹真的错了。我面无表情地扔下令箭，斩。手起刀落，血溅3尺，相府的闹剧终于落幕。事后赵渊想封我为后，我却拒绝了。皇上，臣女这性子受不得宫里的规矩，这打王鞭臣女就带走了。若是日后皇上成了昏君，臣女可是要回来打人的。赵渊失笑，眼中虽有不舍，却也知道留不住我。那狄姑娘想要什么？臣女想脱了这凡尘俗世的枷锁。我指了指自己的胸口。赵渊会意，一道圣旨，狄渊不仅脱了绣籍，还被封为护国公主，赐黄金万两，良田千顷，自居江南，享一世清闲。离开京城的那天，阳光明媚，我在城外的凉亭里对着虚空轻声道：“丫头，仇报了，渣爹砍了，钱也要回来了。这大好的江山，以后你自己去看了。”太奶奶，您真的要走了吗？如果没有您，我可能早就死在祠堂里了。您……我笑了笑，打断他未尽的话：“傻丫头，天下无不散的筵席，太奶奶能护你一时，护不了你一世。以后的路得你自己走。等你玩够了，每年回来给太奶擦擦牌位就够了。”我会的，太奶奶，我会好好活着的，像您一样堂堂正正，再也不让人欺负。好，这才是我狄家的好女儿。一阵清风拂过，我感觉身体一轻，再睁眼已回到了狄家祠堂的牌位上，看着城关外那个背着行囊、骑着骏马、一脸明媚笑容奔向江南的少女，我满意的闭上了眼，继续我的春秋大梦去了。这盛世如我所愿。